玄学小师弟，订阅不迷路。大家好，我是玄学小师弟，今天给大家讲一个关于赌博的玄学秘闻。吴老爷子是苏州八大家吴家旁支最早混上海滩，正经拜过青帮，还做过黄金荣儿子的书童。关于老上海滩那些三教九流的故事，老人无有不精的，简直就是一个民国故事宝藏。解放后他在监狱里关了几十年，也是运气好，稀里糊涂躲过了文革，后来回到老家，在老家院子里挖出来几皮箱银元，每年卖一些银元，雇了一个老保姆，倒也过得不错。有一天我去看他，他正和一个中年人坐在院子里喝茶赏雪。那个中年人保养得很好，看着也很儒雅，头发梳得一丝不乱。他端茶的时候，我发现了他一个特点，右手中指断了一截，断口还参差不齐，看着有点儿恐怖。我就知道这个人是职业赌徒。以前老满大哥跟我说过，职业赌徒和职业小偷差不多，都是手指头上的功夫。职业赌徒在赌场出千被抓到后会被人斩断中指，就是废了他赌徒的功夫，就像比武挑断脚筋，是很歹毒的惩罚。不过赌场断指都是用刀子切断口，比较光滑，像这种参差不齐的还真没见过。吴老爷子见我注意到这个细节，也给我介绍说，这位啊是他的一个老兄弟，60年的老兄弟了，解放前跟着老蒋跑台湾去了，后来在那边混了几十年，现在摇身一变成了狗屎台商了。然后他又淡淡说了一句，老东西以前是上海滩赌王叶汉的徒弟，你有什么关于赌博的事情就问他好了。我不由肃然起敬，鬼王叶汉啊，小马哥主演的赌神电影的原型人物，真正的赌王。老人家赶紧摆手说，不算不算，只是跟他做过几天荷官，哪能称师徒。我又问他，那赌术是不是真的存在？他说，所谓赌术无非是一些经验和伎俩，鬼鬼祟祟的谈不成数，其实没那么神的，主要就是靠记牌、算牌、发牌、接牌、换牌，类似魔术吧，没有太多技术含量。我问他，那赌术这种如何练呢？我听说小偷是用手指头在开水里加肥皂，签术是这样练吗？他摆摆手，虽然都是不入流，不过他们签术还是比刀术高级那么一点儿。这个不光要有手里的本事，更多要靠脑子。他解释了一下，说圈子里有句话，要想做赌王，先要做大荷官。叶汉先生就是从做荷官开始的。所谓荷官，就是在牌桌上给人发牌收牌，判断输赢的人。做荷官首先要脑子好，记忆力惊人，其次要有很好的心理素质，这是做赌徒最起码的。后面还要学如何发牌，如何换牌，尤其要眼观六路，耳听八方，还要防止高手。比如有人善于听骰子，就要及时更换骰子；比如有人用指甲在牌上做记号，就要及时换牌。这些都要能看出来，不然赌场损失就大了。我问他，是不是有药水涂抹在牌上，然后用特殊的眼镜看？还有都说骰子灌水银就可以控制大小，这个怎么控制呢？他说用药水在牌上做记号，还有骰子里灌水银，表演一下街头魔术，还可以在赌场敢这么干，会被打死的。骰子那个是特制的，里面灌了水银，你想要什么数，就在掷骰子之前朝那个数字弹几下，水银就流到那个数字那里了，自然怎么掷都是你要的点数。我又问了他一个关键问题，赌场会不会官方出钱？他说解放前上海滩会有，澳门这些没有的。我问他，澳门这边不出钱，怎么保证一定能赢呢？他说任何一家赌场也不能保证每一场都赢，这是不可能的。赌场赚钱靠的是概率，51%的胜率就够了，毕竟资金量大，总体来看还是赌场赢。所以要是有客人赢了钱，赌场不仅不会为难他，还会高高兴兴送他走。因为放心吧，他这次赢了钱，下次一定还会来，早晚会倾家荡产。我问他，那内地赌场怎么出钱呢？是做局啥的吗？给人一把输个倾家荡产的那种？他说你不懂，没有这么干的，你当大家是傻瓜吗？所以赌场不会触这个眉头。他说赌场出钱是这样，比如你梭哈一把赢了很多一大堆筹码，所以小妹就是服务员就要帮你收筹码嘛。他收筹码的时候就捡那些大号筹码，顺走一两个，这时候没人注意这个，就这样积少成多嘛，万一出了事情也能推在服务员身上。赌场服务员太惨，他就笑说开赌场嘛都要搞点儿这些的，不搞这些就容易被搞嘛。我问他，那赌场有没有输过？他说输过很惨的，差点动刀子的。我问他，是有人请了赌王过来吗？他摇摇头，是有人请了鬼。我大吃一惊，请了鬼？这个鬼还能赌钱？他就笑给我讲了当年一段传奇故事，一个叫做赌人头的神秘赌局。他讲的这个赌博叫做打花会，被誉为中国第一赌。
打花卉源自浙江黄岩一带，清朝后期传到福建、广东，后来又回流到上海、北京，在解放前成为了影响力最大、对社会毒害最大的一种赌博，搞得无数人家破人亡、妻离子散。打花卉在解放前就被取缔了，估计大部分人不知道什么意思。打花卉又名赌花卉嘛，是解放前一种赌博方式，各地有些区别，但是大同小异。大概就是选36个人物或者花草、动物，这36个形象就叫36门。每天赌场会委派一个老师傅，当众从36个人物里先筛掉4门，然后从剩余的32门里选出一个形象，封在一个桶子里。这个桶子叫做彩桶，会挂在赌场的大厅上，有专人把守，所有赌徒也可以随时监视。也就是说，唯一知道彩桶里封印了什么的，只有这个老师傅。老师傅在选好这门后，就会关进单独的小楼里。不到开桶的时候，他不能下来，也不能和任何人有接触。老师傅也会被人严密监视，以保证公平公正。第二天，老师傅会当众从楼上下来，亲自开桶，向所有人展示这一门到底是什么。选中这一门的赌徒会获得30倍的奖励。简单说，就是从32个形象里选一个选中了，就获得30倍奖励。1/32的概率虽然不高，但是和后世比一比，其实还不错了。我举几个例子吧。国内大乐透的概率是2142万分之一，张色球头奖概率为1772万分之一，所以想靠买彩票想致富的人脑子都被雷劈了。毕竟被雷劈的概率才是几百万分之一，比中头奖的概率高多了。也因为这个花卉太过简单粗暴，后来惹出来了各种匪夷所思的麻烦。解放后就取缔了，不过在当年这个风靡一时，主要是因为赔付够高。你想啊，你投进去1万块，万一走了狗屎运，直接就是30万了。如果投10万，就是360万，这个太可怕了。而且它的服务还特别好，你不仅可以现场去赌场下注，还能在各地分场下注，而且他还雇佣了好多服务员，这些服务员叫做航船，可以提供上门服务，帮你选筹登记，简直就像上个世纪股市里的红马甲。当然了，红马甲要从赌子里抽成，如果赌客赌中了，也需要给他分点彩头。所以这个赌红会后来发展很快超过了赛马、斗狗等，成为了风靡上海滩的第一大赌物。从清末一直持续到民国，并且引发了一系列诡异的怪事情。也因为这个赌中的概率实在太低了，你想啊，32取1这个太难了，所以民间就有了许多匪夷所思的猜题方法。比如在当时，好多人买之前都要仔细分析自己前一天的梦境，如果梦到什么动物，到时候就买什么动物，还有去寺院道观抽签的，还有去找法师测算的，反正什么稀奇古怪的招数都有。其中最可怕的就叫做主人头。什么叫主人头呢？大概意思是说，有赌徒去荒坟野岭去挖坟，越新鲜的坟地越好，要夫妻2个人把人头割下来后拿回家里，然后供奉在案头，请求他保佑自己，告诉自己明天买什么彩票吗？这个死人怎么说话？自然是不说嘛。然后这时候夫妻2个就一个唱红脸，一个唱白脸，在那里演戏。男人就勃然大怒说，这个鬼东西不识抬举，酒也喝了，肉也食了，怎么还不给说结果？分明就是作恶。然后给他这个脑袋丢在锅里煮。然后那个妻子就赶紧扮红脸说，哎呀，这可如何是好啊？然后就劝她老公赶紧把脑袋放出来，然后劝那个脑袋不要熬着了，赶紧说了明天开奖的名字吧。就这样折腾大半宿，据说晚上做梦的时候就能梦到类似开奖的名字，去买一买就会中。我问他有这么干的吗？他点点头，有的。我问他那中了吗？他说真中了。我问中了几次？他说连中了9次，然后再也没中过了。我问他为啥？他说不知道，反正这个人大喜大悲，后来老婆孩子都卖掉了，又借了高利贷去赌最后一次，说这次要是再不中，他就不活了。我问他，他又去煮人头了。那个人摇摇头。我问他，那他干嘛去了？他说他去自己装鬼。我问他人如何装鬼？他说这个倒是一个古法，就是装鬼骗鬼。这个人赤身裸体，用一个竹席子包裹进去，两端用豆腐渣封住自己，再服用一些特制的中药。吃了这副药后，你的气息会很弱，身子也是冷的，就像死了一样。然后雇人吹吹打打，把这个人丢掉乱坟岗子去，胡乱丢过去。这里有一点，就是他身上要丢几个花卉的投票那种。据说这种死人会有好多野鬼感慨，大家讨论这个人死的那么凄凉，都是花卉害的。有些闲着无聊的，就会讨论一下明天花卉开奖到底是什么。这个装死的人牢牢记住，等第二天有人过来给他服了解药，他醒过来按着买就好了。
我问他那后来呢？他说这个人第二天买赢了，因为他借了许多高利贷，所以赢了特别多，不仅全部回本，还赎回来了自己的妻子孩子。我感慨，看来这个人运气还不错。那个人却冷笑说那可不一定。我问他有什么不对吗？这个人说那个人赎回来老婆孩子后，就宣布自己要退隐了，但是在退隐之前，想和赌场赌一把，无论输赢都不会再来了。他那次赌得很大，就是他这次所有赢回来的家产，而且他不赌花灰了，指明要和赌场对赌，赌纸牌。他说当时赌场以为他疯了，于是就派了赌场最厉害的高手，也就是他出场。他说当时看到这个人的时候，他就觉得有问题，因为对赌这种事情其实好多是心理学，在你看到牌的一瞬间，你一定会有一些神情变化，不管再微小都可以根据这个来解读出了一些，然后开始赌。结果这个人他弄了一块黑布把眼睛蒙住了，就这样猛赌。他当时很不适应，而且那个人赌运特别盛，简直就是势如破竹，根本招架不住，很快就输了特别多的钱。后来他就慌了，因为这种情况下所有人都看着你没法来，只能硬着头皮往下扛，所以他决定用赌术。他当时用一招换牌，换牌这种不管什么手法，一定是用一张牌去换另外一张，也是他最专业的，绝对不会失手的。但是换牌一定要极端谨慎，因为多出来了一张牌，如果被人现场抓住，那你就死定了，毕竟证据确凿嘛。不过对方既然蒙着眼，他自己本身也是绝顶高手，所以他觉得没问题。结果就在他换牌的一瞬间，突然手腕被人抓住了，对方冷冷地说了一句你出千。说话的人是那个蒙着眼的人，那个人狞笑起来，连眼罩的黑布都没取出来，当时就一把把他拽了过去，然后一口咬断了他的中指，在嘴里嚼碎了吞了下去，然后就这样蒙着眼罩扬长而去，再也没有出现过。再后来这个人手废了，就在赌场做了一个供奉，后来慢慢也淡出了江湖，最后去了台湾，就是这样了。我最后问他那个人到底是怎么回事，他意味深长地说那个人啊，他早已经不是人了。